骨头，哇，下面骨头，一具完整的人骨。 难以想象，我们竟成功进入了吴三桂打仗时的白骨万人坑。这是一处隐藏在贵州深山的神秘洞穴，传闻坑底空间十分巨大，隐藏了许多战火遗迹。今日随我7人利用专业设备进洞一探究竟吧。说这个洞口非常的隐蔽啊，里面是尸骨无数，也不知道传说是真是假。如果下龙底的话，最少啊100米下龙底。哦，啷个深啊？据说是100多米啊，我们看一下。 开线先锋呢，已经是做好了保护站，随后就是向阳，然后我和山里跳收尾。啊，这里看下去挺高的啊，那个点点星光就是我们的队友前队传说。这里下去的高度可能有60、70米，非常安全的从上面降下来了啊。这个下面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洞厅，下边呢是一个小窝坑，这边呢也有一个小通道，我们看一下。 哇，这也是一个窗口，能够看到外面的光。老规矩，我们先走右边。在这个洞里面发现了很多树叶，还有这个鞋子。这个鞋子是一个老布鞋啊，但是这个布鞋现在已经腐坏了。在这里呢，出现了一道宝坎，应该是离那个万人坑不太远了。现在我的队友正在往前出发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这个岩壁上面有蝙蝠唾液。 这个形成的这样一个绒球，就像那个毛虫的那个巢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非常的少见啊！我探了这么多洞，这是发现的第一个，就是蝙蝠唾液绒球。传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名贵的中草药，好难得啊！这是什么？火堆罐子，好多这种罐子，说明里面生活了。这个小通道进去了。哇，前面他们在怪叫。 火门已经下来了啊！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前面呢是向下去的，这是一个小支洞啊。刚刚我们从这里下来了啊，这个下面呢就变得非常平坦了。哇，大家看，这里面像迷宫一样，因为四通八达的，无法想象经过了那么小的一个通道下来之后，这里面。 分成了无数岔洞，看，这里面是个盲洞，哇，这里有一个坑洞啊，我们继续前进。继续前进，继续探索。出现了骨头，这个是动物骨头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在这边呢，又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洞腔，上下的高度可能有10几20米。这里形成了一个断崖，可能要从这里布绳，然后才能下去了。这个断崖非常的高。 这个下面会不会就是老人说的万人坑呢？打点布绳，哇，好高！下去查看一下。由户外阿志作为先锋呢，开线布绳。他现在做好了保护站，我们看他如何操作。什么情况？下面有骨头，哇，下面骨头，一具完整的人骨，完整的人骨，完整的人骨。你不要怕。你看他抖了一下。阿志确实是看见了骨头，对吧？对。所以阿志怂了。现在由3里跳开线。这个下面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坑啊！什么东西啊？6具骨头。3里跳在下面说发现了有6具尸骨，挂到了保护站上面，给大家进行一个安全拍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呢是完全垂直悬空的20-30米，然后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到下面是有骨头的啊，就是在那个绳尾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在那个位置。然后3里跳和小蚱蜢呢已经下去了，现在我正在开始下降。好，马上开整。在那个角落也有很多，然后。我的天呐，看那里也有，然后那边也有，哇，那边也有，天呐，看那里，在那个位置啊，
也有。天哪！在这里呢是一具完整的人骨，而且这里有下颌骨，可以看到这里是人的脊椎，然后有一些肋骨，但是这里是没有头骨的。哇，这全部都是，这应该是一个女性的盆骨，因为这个盆骨的角度大于了90度。哇，大家看这里还有一具。这个骨头呢是腿骨，这个是股骨头，这是2根股头啊。可以看到这里是有2个头骨的。哦，不对，这是1个头骨，因为这个骨头是在这里摔碎啊。可以看到，在这里。从这个牙齿来看的话，他是一个成年人。对，动手的吧？对，他是跟我们进来点。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头颅。哇塞！这不是吗？我的天啊！这个洞里面真的是白骨无数啊。然后在这边也有啊，这里这个是动物的骨头，这是一个应该是狗骨头。这是一个狗的下颌骨，可以看到，在这边呢也有发现骨头，而且有头冠的碎片。看它是什么？那个这个吗？啊，对，陶罐的碎片。陶罐的那个装饰，外面的那个装饰，还挺漂亮哈，挺漂亮。对，哇，这有一个坝，这是个坝吗？对，这是个骨头吗？这是个坝片儿。这个就是哇，这个洞的最深处了，应该。周围查看了一下，就没有别的洞道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吴三桂曾经在这里打过仗的这个大洞啊，就全部探明了。在里面呢，确实是发现了6、7具骸骨啊，就在我身边这个左右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决定原路返回。那今天的探索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，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好了，拜拜。762，步枪子弹。竖井底部发现神秘子弹，你敢相信吗？在对将军洞进行详细探索的时候，我们利用绳索抵达了从未有人到访的深坑底部，竟有了重大发现。这个洞道越来越小，曾经这个洞里面是有很多人为建筑的，特殊时期建筑被毁了，可能在雨季的时候是有水的哈。哎，前面那里好像是有竖井的哈，这个空气中有了这个雾蒙蒙的感觉，好踩呀！阿志也过来了，已经在特殊时期了，将一些枪支弹药全部丢到这个竖井里面去了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咱们往下照一下。哇，据说还有手榴弹呢。对，还有手榴弹，全部都扔在这个下面去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加到这个下面去看一下，打好了保护，我们就准备下降了。下降了6米，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葫芦口，可以看到这地上全是坍塌下来的泥沙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大竖井，这个竖井还不知道有多深。我在这里再做一个保护站，我们继续下降。又下降了5米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木棒棒。在我身后呢是一个大裂缝，这里下去差不多有30米高。我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布安全站。所有的探索都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。阿志在给我送绳子，看一下下面，哇，还非常的优胜，是一个垂直向下的竖井，但是这里能看到底啊。虽然看到底，但是也是有30多米。开始下降。咱们从那个位置下来，这个下面是一个落水坑，这个落水坑不简单。然后这个前面是什么情况？这里有个很大的水松石，右手边这边有一个小水裂缝，不深了哈。对呀，这个石头好看呐、
这是什么石头啊？嘿，这个长得有点奇怪，怎么把它带走？看一下这片裂缝当中有些什么东西。上面也是个大竖井，这是水溶型的竖井。水溶型的竖井呢，它就形成了这种沟壑纵横。如果是那个冲式型的竖井呢，它就像剪槽一样，就像是用凿子凿出来的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哪里？我是绿银的呀！豪哥，你看这个，我靠，子弹，子弹，真的，拿起来看，步枪子弹，步枪子弹，你们小心一点哈。这个失效了，明显看出来就失效了。那这个步枪子弹看，这个要上胶，随处可见。这地上应该有很多。对，说明传说是真的。传说是真的。这个我都不敢拿。它下面的水冲石是非常漂亮的。而且这种水冲石的密度是非常大的。看这个，嘿，这个还好看呢，这个。哎，还有铜绿啊，我看。我操，这不是子弹，哇，子弹吗？你看这个子弹，红绿762，步枪子弹。天哪！这个一定要给他带出去上交。这个传说是把这个信息要提供给当地的相关部门。对。天哪！随处可见，这个底下还有地上很多应该。我操，水里都有过啊！哎呦我去，这个就明显了啊。真的是铜的有成功。这么几个个。但是已经哎，前面是个弯的哈。这个是不是762？还有字吗？看不看得清楚？没有字，这个字应该一般在屁股上面。这看不见了，已经看不见了，看到没？看不清楚，反正是762。感觉这里面好多啊，好多。这个待会儿把它收集起来带出去。在这个下面也找到了一些2、3，可以看到这全部都是这种以前的老式步枪子弹。1、2、3、15、7、8、9、13、12、13、15、16颗。目前为止呢，这个将军洞的3层带竖井就全部探明了。在那边呢是发现了有一个不知用途的那个木笼子，在这边呢是发现了一些这个子弹啊，这时候呢就把它带出去上交给相关部门。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下期视频见不探，拜拜。天坑深处为何会有人类骨骸？这是位于湖北大山里的一处潭口天坑，村民传言坑边时常发生怪事，邀请我们深入其中寻找当年掉落的祭骨。经历5级神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埋骨之地。下面就是无尽的深渊，当时的这个骨呢，就是从这个位置掉下去了哈。投石问路，看一下。大概是个6秒钟，100多米吧，马上就可以揭开这个滚骨天坑的百年未解之谜。下面究竟有没有老人说的滚了一面大骨啊？再就是有枪支弹药、一些武器、兵器之类的。看今天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？聚集了很多的观众，这里还有位小姐姐在对我们进行现场直播。五峰的天坑真是名不虚传呐，这又是一个潭子口。做了双道保护，这时候跑哥在下面继续做安全保护站。我们此次的探索是经得了当地村民的许可了，所以官方请一定不要给我们限流啊！大大的推流，推个3、5千万的播放，好不好？再下降第2段，看一下，跑哥再继续开线。这里下去有80多米啊，到下面那个黑点那里。这里发现了一个泥巴做的燕窝，下方呢就是跑哥。从上面降下来了，看一下，2个坑口像个猪鼻孔一样。这边是一个很深的洞道，
这边是一个大堂，好平啊！这里可以当房子的地基，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。说当时丢了很多这个枪支弹药下来，应该是到我们前方那个洞道下面去了。跑哥，那个后面好像有铁鹞子。这边，你看哪个位置？哎，有眼睛，我靠！那是不是铁鹞子？你们看，看不见，太远了。来，拿一下去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小水坑，下面应该有很大的洞道的。追上了袍哥，我们用的双通道，2根绳哈，下面是一个水槽子。隐约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东西啊，那个白色的口袋，那是什么？看不太清楚，要下去才能看到了。方向降下来，咱们看一下，这下面是一个小水潭，这里有很多人投石问路丢的这种石头。如果说这个天坑下面有东西的话，应该就在这个小水潭的下面。但是这个石头大的有超过100斤了，我们就不翻动它了，说不定翻出个什么玩意儿。有怪，吃老子一棒！挂好了保护，我们看一下后面，依然是一个无底黑洞。什么情况？一个大水潭。大水潭？今天布的不失身的。踩在这个上面一点都不滑哈，特别的防滑。破点下来，这下面是个水潭呢。水潭里面我们仔细看一下，有啥都没有，有几只红莲齿缠在那里摇尾巴。这个下面好像是一个骨头，看到没？白色的那个。别的就没有发现什么了。这时过境迁，这个水潭里面被填了很多石头，所以啥都看不到。但是水源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大厅的高度差不多是35米，有可能村民说的那个谷就在这个石头下面。这都是上100斤的巨石啊，根本就是搬不动的。在这边呢，有一个小水道，这里就有一只。透明的，看到没？说明这个水质还可以啊。老哥，你正确啊？有骨头。啊，是牛的骨头。猪骨头，野猪骨头。好窄呀！卡死人了。特别的狭窄。下面是一个5米的断崖，还有小洞。4、5米的断崖，还有个小缝。这里要开枪不成吗？要。现在我们等向阳把工具拿过来。来了，开枪不成。来了。看到。来接一下。接话发。全身卡的咯吱咯吱的。我操！这个就是防挡这里的。哦，这样重活了一世人呐！厉害！哎呦，哇，下面大的很哦。下面很大啊。下来之后呢，在这里做了一个保护站，前面又是一个竖井下去，这个竖井大概是个7、8米高。后面这里是一个低矮的洞道，人进不去，所以我们只能向下继续探索。下去有回音，应该是一个大厅。哇，好深呐！黑洞洞的哈，黑洞洞的。上面降下来，这里又是一个水潭，但是这个水潭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骨头，这个应该是动物的骨头。这里有，这应该是上面摔下来的那个野猪的骨头。这里面也有红莲齿层。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。这里还有肋骨，那前面也有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是什么情况？这边是一个小水洞，这个水里面有衣服，有衣服啊！
有一件红色的衣服，然后有很多红点齿蟾在里面游来游去的。这个水清澈透亮。从这个小洞这样钻过来，这边发现了另外一个空间，空间非常巨大，这里可能有30多米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前面，哇，那个地上有一根腿骨，在这里哈。看一下，这上面，这里就是彻底走不通了。年代比较久远了。这个下面就正儿八经的没有动到了。刚刚看到有衣服的就是这个深潭，这里有一根骨头，2根腿干骨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看到别的骨头了。这个下面是什么情况？这里被塞住了，人是进不去的，这里很窄。经过了5次沉降啊，现在我站到了这个拱谷天坑的最下方、最深处，前面人是过不去的哈，是变成了浮流。这个天坑的总深度差不多是200多米，它的总长度呢差不多是1公里左右。在这个下方呢发现了一些骨头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留下来的啊，我们也没有去动它，也没有发现村民所说的当时有骨掉下来的那个骨的遗迹，也没有看到。那本期视频呢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陪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你相信鬼真的存在吗？这里是重庆丰都，相传一个废弃多年的公园，隐藏着世界上最大的鬼王时刻。谈及废弃原因，守门老人却闭口不谈。有闹鬼，有是不是那个？是那个，是他下去看去上。那么公园内部如今是何模样呢？壮起胆子，跟我一起出发吧！发现了一个山洞。我现在的位置是重庆丰都。鬼王时刻啊，这是一个废弃的景区，在10多年前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，这里就没有人来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来到这个景区内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呢有一尊石像啊，这个石像看起来非常的怪异。这个中间肚子上有一个鼻子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嘴巴，嘴巴里面有这个青筋暴起的2条粗壮的腿啊，伸到了这个地上。这是采用了这个灰砂岩一体雕琢人毛结构一体形成啊。然后我右手边呢就是这个有着世界之最之称的鬼王石刻。我们接下来呢就爬上这个鬼王石刻去一探究竟啊，顺便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鬼王石刻景区是为什么被废弃了。这些台阶呢都是直接在这个山体上面用细毡子雕琢而成啊，看起来是特别的精致。然后在这个左边的山体上面还有几个摩崖石刻，现在离得比较远了，由于比较滑，我就不近距离给大家看了。现在的位置就是处于这个鬼王的脚的部分啊，身旁就是几个脚趾头。这个鬼王呢，为什么会称为世界第1大鬼啊？因为它是依山而建，它的尺寸非常巨大，它的高度是138米啊，宽度呢是217米。我们就随着它那个脚啊，沿着这个步道一直往上走啊，走到它嘴的那个位置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在这里这样看起来呢，它仅仅是冰山一角啊，看不出来它的全貌，也感觉不出来它有多震撼啊。只有站在顶上了，才能够看出它那个恢宏的气势。以前我只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资料，说里面这个鬼王做的非常精致，但是走进来一看呢，它实际上一般般啊。因为这个鬼王石刻呢是采用炸药爆破的定向爆破，雕刻的痕迹都是比较粗糙的，只能说在整体上面形成了这个鬼王的这么一个形状。我们用无人机可以看到这个鬼王石刻看起来是一体成型，走近了才知道啊，这个鬼王石刻的这些凹进去的这些部分呢都有步道。这边刻了有很多这个石像啊，在这里真的是可以说石像是布满了整个山体。刚才呢我问了一下那个老婆婆啊，这个鬼王石刻这里发生过一些什么诡异的事情，她就只说有啊，但是她又没说
到底是个什么事情啊？他没给我讲。所以呢，我们边走边看吧。这应该是他的膝盖，膝盖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石刻，看不出来这雕刻的人物是谁啊？这边垂下来的应该是他那81米的舌头，从这个中间一直往下，上面没有台阶，真的太陡了。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这个上面有很多模样石刻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“吝啬鬼”3个大字，在这里呢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手印。觉得这个手印以前是红色的啊，但是现在被上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漆，一个洞洞啊，我也是看着这种洞洞就想钻一下。好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哦，这里有个洞下去，哎，快来快来，这里有个竖井啊，有个竖井，啊，有个竖井哦。还有这种操作吗？我们应该已经上升了一半的距离了。这边台阶很潮湿啊，我建议大家不要过来这边，因为这里很不安全，感觉这个栏杆啊，这个护栏都不太牢实了，而且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去那个头部看一下，上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要是晚上过来的话，可能还是有那么一丝恐怖的。这个步道已经完全走不了了。站在这个鬼王石刻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头部嘴巴这里。据说这个嘴呢是宽度达到20米，舌长81米。那么哪才是它的舌头呢？就是我这面前这个打的有这个钢筋的这个台阶的，这样一直下去啊，这全部都是它的嘴那个舌头。81米的舌头啊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少见。再看它的这个嘴巴，它左右是有2个门洞的，中间写着一个“贤”字，这个“贤”字不知道是什么寓意。然后这里好像是有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石头打得像一个鼎一样啊，有可能是这里有人供奉或者在这里上香的这样一个香炉。看着非常的凶啊，那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而这站的位置是它的门牙。在这边玩的话一定要非常小心啊，这里是悬崖绝壁，而且外面的护栏已经损毁了。我们看，这应该是它的头饰，这有4个洞洞，上面写着“平天观”3个大字。这边看到了一个石刻，这像是一个日晷呀，天地之间，雕工非常的精湛。这中间是个蛋吗？有点像日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从这个鬼王石刻景区里面出来了。说实话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失望的，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震撼啊。大家要是离得近的话，可以过来玩一下啊。这边门票呢是10块钱一个人，然后飞无人机呢还要加10块。老人家跟我说有这个灵异事件，但是我具体问是什么事的话，他又没说啊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视频也就是没有拍的很完美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